花花，哎，哎，疼，臭毛的。哎呀，晶晶，你脑袋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course。欢迎来到毛怪先生的 Spine 的动画课程啊！今天继续制作建筑动画 Building Animation。我们打开 Spine， 需求那边呢有一个策划那边呢有一个新的需求，这是一个建筑工人啊，建筑工人要在这个地基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些动作啊，它其实本身没什么动作啊，它有一个焊接的动作啊，焊接，你看拿着这个焊接枪的是吧？然后左手拿着那叫什么面具啊，对吧？人家也没戴啊，没戴人也愣看是吧？然后在这儿呢做一个焊接的效果，这个焊接效果就像一个类似于放烟花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同时带有一些光亮的一个特效，就类似于小的特效。所以咱们今天的教程呢，讲一个在 Spine 里面如何制作小特效的方法。好，首先我们要用 PS 来制作一个，先画一个小的素材。这个素材非常简单啊，用这个半透明的这种笔触就可以了。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用白色吧，先用白色。点一下，用白色。点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白色粘贴到一个新的文件里去啊，或者你本身就画一个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笔触就可以了。这多大呀？这个128，行，就这么大就可以了。保存，我们把它保存在我们的image 的这个文件夹内，我们叫 Light One， Light One。好，保存之后呢，进入到 Spine， 我们把它放进来 Light One 这个太大了是吧？这么大，太大了太大就大吧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在 root 下创建一个骨骼，这个骨骼是专门放特效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个名字 Lightning 闪电吧。Light。好，把刚才的这张图片呢放到 Light 下，然后把它放到这儿。放到这儿。这个呢，我们只要摆在一个位置，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 Spine 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，在不同的位置同时出现2到3个以上的特效，所以呢，这个只是一个，就算它的一个总的一个组吧。然后在这里面，我们再创建它的内部的这个动画这个骨骼，然后把这张图片放到骨骼下来归一下0，位置归0，就用这个怎么歪的呀？看着，好，缩小点，好，看一下这个骨骼。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最后应该做出什么效果啊。这种焊接的效果应该是，在这画一下 ，Photoshop 里面画一下，大概应该什么感觉呢？是，火花对吧？有这种火花，然后崩几个这种小的东西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游戏还没上线呢，把商业机密都泄露了是吧？这
以后人家不给我活了。好，这里面分两部分啊，两部分。我们在做动画之前呢，最好先画一个草图，分析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东西。主要呢就是中间一个焊接点啊，焊接点可能会出现一个大概就这样的东西吧啊，滋滋这样一个东西。谁又来微信了 ？Have a look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刚才说了，我们要做的这个效果呢，应该是大概这个样子的。中间它应该有一个火星，这个火星是一直在亮的。好，我们正好把这个火星切出来，一个5星的样子，可以。好，切出来啊，这样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它应该是白色的，把它改成 white。好，保存，好，那我们就叫 light 2啊 ，light 2。这里呢，我们因为应该是分成几部分啊，我想一想，还是在这里啊。这里我们先把刚才的 light 2放进来，怎么那么大？缩小一点。一个不够是吧？再画一个。像这种呢，就随便画就可以了。这。Light 3，好，我们再画一个。啥意思？这样看我之前那个画的太规则了，是不是？无所谓的，反正它就是中心的一个来回闪的一个火星。Light 4，第4个。好，回来把那个5星改一下，那个5星就有点太规则了。打开，稍微给它擦乱一点。刚才甲方来消息，要修改很多需求，这是很正常的啊。修改需求、增加需求都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一个游戏就是这样反复磨合出来的。我在最早做动画的时候呢，总是觉得策划你最开始就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啊，为什么总是后来改呢？但实际上呢，开始就把所有东西都想好是做不到的啊，是做不到的。它总是需要修改。好了，这是第2张图，这是第3张图。第3张图呢，直接改这个路径啊，改路径。好，这样呢，你看3张图，让它循环在这儿显示就可以了，一直在闪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做，除了中间的火星，再做这个向外飞的这个线啊，飞的这个线，这怎么做呢？我们就做一个就可以了，做一个来复制，就用这个圆啊，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把它压扁啊。看这个方法很常用啊，非常好用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吧。好，这是火星，这是线。那我们进入到动画，先创建一个动画 Light 啊，这是一个特殊动画，所以我们单独的创建一个动画。那它呢，应该是从中心这个位置啊，大概在这儿吧。中心这个位置创建一个关键帧，创建一个关键帧，挪开啊，很快，这个速度很快，3、4帧就足够了。
发射出去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让它消失，因为它速度非常快啊。给一个透明度变化吧。透明度变化上来是透明度100%。好，这样的一个变化。我们因为要复制很多，然后复制之后呢，再用偏移的方法来调节一下啊，用这个 offset 偏移。像这种小的循环动画，其实在 Flash 啊，或者在也就是现在的那个 Adobe Animation 那个软件里面制作是非常方便的，因为它有很好的元件功能。可是，在这个 Spine 里面就没有，那没办法，是吧？没办法，咱们只能用比较笨的方法，就是用偏移。好了，那它消失之后呢？消失之后我们还得让它回来，因为偏移必须首尾针一样，所以复制一下第一针，在这儿啊，咱们也别让它这个，就放这儿吧，紧挨着一点，先看看效果。第6针，对吧？这样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就一样了，完全一样了啊。但是如果从第5针到第6针，虽然只有1针，但是在 Unity 里看起来的时候，它是会有一个往回走的，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啊，还是能看出来的。在 Spine 里面我们也能看到，你看见没有？按住 Shift 拖拽这个时间轴，就能看到中间的5.1、5.2、5.3啊，它中间还有时针是可以看到的。这个 Unity 是一定会播放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在这儿把它改成阶梯曲线啊，就看不到了。阶梯曲线。我想做这个 Spine 呢，最烦的就是跟这个 Unity 的对接。Unity 对接有的时候导进去之后，你 Unity 看出的效果跟 Spine 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程序一导入，放到游戏里面实际运行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况，要反复的去调这个动画，对吧？程序老来找我啊，这个张老师这儿又出问题了。这又看着不对了，我说这个动画完全做的就是没问题啊，然后为什么看着就不一样，对吧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很烦人，对吧？但是经过我大量的实践，其实大部分的问题还是得由动画来修改啊，并不是说动画犯的错误，而是你很多事先想象不到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把这2个5个还是归零吧，归零。好，让他们统一一下。这不好选了。注意一点啊，就是如果我们想做出这种光晕效果的话，需要把这2个插槽的叠加模式 blending 啊，这个选择成相加是吧？中文应该是相加 active 啊，选择成这种模式，这样呢它才有那种叠加出来的光晕效果。因为我现在是白色的，所以是看不出来的。哦，对，这儿牵扯到一个问题，我刚才选择成白色呢，是想在Spine 里面来调节它的颜色啊，但是我突然想起来，如果我们调节了它的透明度啊，它有一个透明度的变化，这样呢，透明度会自动记录这个色相啊。我们刚才调透明度呢，已经是默认是白色的透明度了，所以如果再调色相的话，比如说这个，我们现在把它调成一个偏黄的颜色，这一下选择成一个偏黄的颜色，它还是会，你看它最后还是会变回这个白色。所以呢，为了以防万一啊，所以这儿就不用白色了，我们还是进入到 Photoshop 啊，把它的颜色调一下，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颜色就给它做出什么样的颜色。麻烦是吧？麻烦。就调这个吧，这个就不调了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直循环播放的，我把它调成一个颜色叠加，调成这个颜色试一下。稍等。好，调好颜色，我们在Spine里面看一下，它颜色是不是变过来了啊？变成这样。好，变过来了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复制几个啊？这个 Light 2复制几个，因为它的动画已经做完了。复制，
对吧？可以几个一起来复制。刚才复制了，现在一共3个，再复制一套啊，6个。6个之后呢，每一个角度调一调，让它稍微偏开一点就行了。啊，现在是不是感觉很亮？哇，太酷了！哎，看看效果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，是吧？这个，我们调的这个动画都是向上移动的，所以调完之后全都往上走。哎，不对呀！撤销一下，看看我到底犯什么错误了。我们做的是哪个骨骼的变化？对呀，它向上移动，是不是应该调世界坐标系啊？哎，好奇怪。不管了，那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换一个方法吧。就是咱们动画不都做完了吗？不用改这个动画，在这里面，再创建一个骨骼，然后它的本地坐标归0，放中心 Light 4，然后把这个 Light 2放到 Light 4下，我们复制这个 Light 4就可以了。包含动画，好，转几下啊。对，直接转这个就可以了。虽然套的骨骼有点多啊，这样有点耗资源。哎，这就没问题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再复制几个。没问题吧？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动画里面给他们调一下偏移，每一个都偏一点。都没得偏了是吧？随便调一下吧。好，回来呢，我觉得这个光相对于整个的场景来讲呢，可能是有点细了啊，所以呢，把这个光的粗细再稍微给它调粗一点，能不能这样整体调啊？可以啊，这样来调好一些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移动的这个范围有点广，有点大啊，稍微有点广，有点大啊。先这样做吧，做完了我们再看啊，然后回来调节中间的这个。循环播放的这个特效。第一帧呢，先定一个关键帧，第2帧、第3帧，下一个关键帧的快捷键是 R 啊，循环播放，又回来。好，然后我们给它的颜色偏移调成橙色，是不是有点感觉了？滋啦，这种效果是吧？现在显得这些飞出来的这些特效呢，还是有点太雷同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分别的给每一个每一个光的特效的主骨骼，让它的长度稍微的，让它稍微做一点做一点这个长短的变化，调节它的外值，来一点区别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稍微有一点区别，看完了也没什么区别。
好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一些效果啊，还是用最简单的这个图 Light One。你看这个圆啊，这个光晕，把它呢放到我们的就在这里了，位置归零，然后叠加效果选择成相加，你看这样是不是感觉就更亮了，对吧？大小稍微调一下。哎，这样感觉就好多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制作的边缘上这些小点点。如果觉得还不够亮的话，可以再叠一层，再给它来一层试试啊。再叠一层，2层，然后中间的更亮一点，看这种闪耀的星星，哇，太酷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2个就是刚才放进来的光晕调成 Mesh 模式。网格模式，然后分别给它们加一点小的这种，这样的效果，是不是就酷多了，对吧？然后你也可以调一个偏移，稍微偏一点。现在有一个雷同的效果呢，就是看每一个这种小的发射出去的小的光柱出去以后，马上就再次循环啊，再次循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是稍微差一点。有一个办法就是来规避这种过于循环感过于强的这种方法，那就是，刚才应该留个底儿啊，就是在没有那个，在没有做偏移之前应该留个底儿，我忘了。好了，做一个新的吧 ，Light Two 啊，这讲一个方法啊 ，Light Two， 还是找到我们刚才的这些光柱的，这些动画。我们既然已经复制完了，所以这些光柱呢就一起来调。第1帧一个关键帧，这个第5帧啊，第5帧咱们调它的外值，看。一块拽就可以了，应该调这个啊，选择成这个它自己的本地模式，一拽啊就出去了。然后到这儿，对吧？到这儿给一个透明度的变化 ，Light One，Light One，Light One 是这些骨骼里的 Light One 啊，那么就是下面这些，透明度调成0，我们让它的时间存在稍微长一点啊，就是。不要让它一出来马上就消失，在这儿第3帧还是100%，这样它会显得更亮一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刚才我说的，如果要做做偏移的话，第1帧最后1帧一定要一样。这个时候第1帧最后1帧就不放到第6帧了，稍微往后挪一点，比如第11帧啊，第11帧。当然前面这1帧的变化还是要调成阶梯曲线啊，阶梯曲线，看有这样一个效果。稍微时间空一点，或者第12帧，然后呢，我们复制这个 Light 2这个动画 Light 2，复制 Light 3，在 Light 3里面来做这个偏移啊，这样你每一个偏移一点。我们看看什么效果，这样呢可能会显得光柱稍微少一点感觉稍微少一些。但是它那种过于循环的感觉呢，就会没有那么强烈，那感觉速度太慢了，是吧？这感觉都是，还是第1个效果好，好吧？我们还用第1个啊，还用第1个，这就介绍一下思路啊，介绍一下思路。做动画就是这样，一个效果要反复的试验。我也并不认为这个动画可能是我最终需要的效果，可能后来还会改一下。先这个样子，我们把先要需要的东西都做出来，包括现在做最后这几个点。最后这几个点呢，我想想有什么方法，它也应该是从中心蹦到外面去的。先做一个试试啊，我们还是先找到 Light 这个主骨啊，它的主骨，改一个图标吧，方形的图标 Light 这个主骨，然后在里面呢，我们创建一个骨骼，这个骨骼来放置
想想用什么方法做会比较好。先放进一个 Light 1的图片啊，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一张这样的图片的，缩小，然后呢，在 Light 的主骨骼下创建一个子骨骼，这个就是改成普通的这个骨骼，然后绑定，绑定位置归零。然后它在外面，想想效果啊。叠加模式选择一下，这是骨骼叫什么 ？Light 19啊 ，Light 19，那颜色换一下吧。小光点从中间挪到外面去。好，位置归零。位置归零，跟那几个光柱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啊。在这里面，光点的这个骨骼里面再创建一个骨骼，归零，然后把这个图放到下面这个骨骼，也一样啊，同样的方法。这是 Light 1，我们改名一下 ，Light 1在这个骨骼下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儿我们把这个光点的骨骼从第一帧到最后一帧挪出去，是吧？这个我觉得光点的效果应该，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做出一点这个速度的区别。我觉得光柱跟光点速度不一定完全一样，因为现在我们只有6帧，这个整体的动画只有6帧，但实际上最后所有做完的动画是不可能只有6帧的，包括角色的动作，然后其他的建筑的一些掉落动画等等，都是可能会比较长啊。这个就是 Span 不好的一点啊。要是 Flash 真的很方便 ，Span 呢，那我们只能说，好，先复制一个动画啊。我们只能说在另外一个动画里面来制作，复制一个 Light 4，在这里面啊，在这里面我们先把已经做好的这个光柱的动画啊，包含一个光点光柱的动画，复制一下，把时间调成12帧，12帧呢，在这个12帧里面，我们来制作这个12，来制作它的动画。那比如说，我们把它的动画调节成就12帧，对吧？这样是不是有一个速度的区别，看起来可能会生动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除了这个呢，我们要给这个光效添加一个速度淡出的动画，是骨骼太多都找不到了。最后一帧透明度为0，前面都是100%。好了，我们为了让它也有一个偏移啊，就是第一帧、最后一帧要一样，所以我们把最后一帧它要移动到的最后一帧改成第11帧，然后第一帧复制到第12帧，这个位置改成阶梯曲线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复制了啊，把这个 Light 19复制几个。好，然后每一个调节一下角度，每个角度都不一样就可以了。这就随便调了啊。看一下效果。有2个角度过于相同了，是吧？大概是，这个它的角度有点太一样了呢，往这边挪一挪。好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把这几个骨骼全选中，然后分别调节它们的位移，让它们有一点区别。对，有一点区别。这个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哎呀，位移之前我忘了说一个事情，
这就是现在呢，感觉这些小光点走的距离都太一样了啊，所以我们把单独的调几个光点，让它距离稍微远一点，不是特别一样啊，别太雷同就可以。有的近一点，有的远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调它们的位移。哎呀，这要在 Flash 里面，只是让每一个元件从不同的帧数开始播放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调节动画的时候呢，只改元件内部的动画，其他的都改了，非常方便，对吧？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太亮了，都不太像焊接了，是吧？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小光点速度都是一样的，可以单独的我们来处理一下。比如我单独复制一个这样一个动画，然后呢朝这个方向，你看我单独复制了这个动画，它呢我是为了单独，不是位移啊，单独做，哎。地震，复制一下，单独做一个速度稍微快一点的，让它们稍微有点区别。啊，可以偶尔加几个跟别的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所有的光点大小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再可以把单独挑几个光点，让它小一点啊，看这个数值啊，下面能看到它的数值，单独调一下，别完全一样。好，再看看效果，还有几个特大的，这个。这个速度稍微的，距离稍微远一点，对吧？每一个再单独调一点区别，看起来就感觉好得多。哎，这个挪动到这儿，好，把中间的这一项啊，这个稍微调大一点，焊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稍微偏一点啊，要不太正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把整体的这个焊接特效放置到工人前面去，哎，放这儿，看看，感觉是不是就好多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一个焊接动画啊，就是建筑里的一个小的特效啊，基本就是这样完成的。嘿，啊，好了，这是不戴面具的这个焊接啊。然后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圆啊，这个光晕它应该大一点，对吧？影响它整个附近的这个范围。滋啦。OK， 这是建筑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特效动画啊，大概制作了30分钟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的特效就讲到这里啊，之后的动画继续来制作。感谢关注毛怪先生，请点阅、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。See you next time。哎呀，哎呀。坐在我这。这猫有啥用啊？炖了吃了吧。